你是不是也覺得每天在職場維持那個專業的人設快讓你窒息了？為了合群，你被迫閹割了自己的個性；為了不被討厭，你連笑都要精確到角度。但你有沒有想過，當你努力變得跟大家都一樣時，你其實正在變成一個連自己都看不見的平庸透明人。既然這世界就是一場大型劇裝秀，與其演一個唯唯諾諾的死龍套，為什麼不演得華麗一點？歷史上最優雅的獨身男神王爾德要親自教你，愛自己才是終身浪漫的開始。這支影片將拆解如何華麗的無視平庸的眼光，把崩潰的生活活成一場高級喜劇，讓你天生就該閃瞎這個世界。Welcome to Origin Vance。嗨，最近好嗎？我是 OV， 帶你用游俠之眼看穿世界。歡迎來到 OV 的原理游俠之旅頻道。那麼，我們就直接進入今天的重頭戲嘍。今天這場解析超級精彩，我們的主角是史上最優雅、最毒舌，也絕對是最懂美的男人——奧斯卡·王爾德。如果你最近覺得生活有點悶、有點壓抑，生怕稍微展現真實的自我就會被當成異類，或者覺得每天上班根本就像在演一場超級爛的8點檔，那今天這份解析絕對會是你的救贖。準備好跟我們一起閃瞎這個平庸的世界了嗎？好戲現在開演啦！說真的，我們來誠實面對一下，你有沒有一種感覺，在這個演算法幾乎決定了所有美感的時代，我們好像都在不知不覺中被同化了？大家喝着一模一樣的網美咖啡，套着一模一樣的拍照濾鏡，甚至連上班講的職場黑話都完全一樣，太可怕了吧？我們因為太害怕與眾不同，太害怕被貼上奇怪的標籤，所以拼命把自己的光芒縮到最小，硬是把自己塞進那個叫做正常的模子裡。結果呢，我們把自己活成了一份完美無瑕的產品說明書。但老實說，誰會想去讀一份無聊透頂的產品說明書啊？第一章，拒絕當一張平庸的影印紙。今天呢，我們不只是把王爾德當成一個歷史人物來研究，更要把他的思想當作一瓶靈魂香水。這瓶香水就是要幫你徹底敲碎那個正常的模子，教你怎麼在廢墟般的現實生活裡噴灑出最華麗、最狂妄的自我色彩。做你自己吧，因為別人的位置都已經被人佔了。這句話聽起來是不是很像那種老掉牙的雞湯？但在現在這個社會，這簡直是世界上最昂貴的奢侈品了，好嗎？王爾德以前就超毒舌地嘲諷過，他說：“絕大多數人其實都是他人。為什麼？因為我們的想法都是別人的意見，我們的生活只是在模仿別人，甚至連我們引以為傲的熱情都不過是引述別人的話。”哇，這句話真的是一針見血，直接刺中我們害怕展現真實自我的痛點啊！接着來到第二章，職場假面的主角。大家常常抱怨在職場上必須戴面具，覺得自己好虛偽啊，每天都在上演一出不想演的戲。但是王爾德對這件事有一個完全反直覺，甚至超前衛的看法。他覺得面具根本不是問題，你的面具其實是你精心打造的藝術品啊。沒錯，職場的問題根本不在於你要不要戴面具，而在於你戴的那個面具實在太平庸了。你看看那種平庸的演法，每天戰戰兢兢、唯唯諾諾，最大的人生目標居然是試圖不被任何人討厭。但王爾德的演法完全是另一個層次。既然大家都在演戲，既然這本來就是個舞台，那我憑什麼要演一個連台詞都沒有的路人甲？我就要當最亮眼的那個主角啊！就算是在最枯燥、最想讓人打瞌睡的會議裡，我也要保持我的機智跟風度，把這場戲演得華麗無比。這裡分享給大家一個超好玩的魅力綻放公式：你的個人魅力其實就等於你真實的怪癖，除以你的社交恐懼，最後再乘上一個平庸過濾器。什麼意思呢？就是說，與其把你寶貴的精力花在怎麼讓自己看起來像別人，你不如把精力拿來精雕細琢你的怪癖。當你不再被社交恐懼綁架，不再為了合群而把自己的特色過濾掉的時候，你身上那種獨特的、有點古怪但無比真實的特質，就會變成你在職場上最無可取代的超強槓桿。第三章，浪漫的起點，愛自己。現在社會上啊，很多人超怕被貼上自戀的標籤，稍微自信一點就被酸，自我感覺良好。但王爾德會直接拍拍你的肩膀，告訴你，這個世界最糟糕的事情絕對不是愛自己，而是你根本就不了解你自己。
王爾德說，愛自己是終身浪漫的開始。大家注意哦，這裡的愛自己絕對不是那種盲目又討人厭的自大，而是一種對自己靈魂尊嚴的深刻欣賞。我們常常有一種超級瞎的幻覺，總覺得自己還不夠好，覺得一定要賺大錢、長得超完美才配得到愛。但王爾德認為，美就是靈魂的尊嚴。當你開始接納自己的不完美，甚至能優雅地嘲笑自己的失敗時，恭喜你，你就已經開啟了一場全世界最穩固、絕對不會背叛你的戀情了。真的，我們都該跟橘貓學習一下這種斯多葛智慧。你看看，一隻橘貓每天花8個小時在那邊理毛，你以為它是為了發動態炫耀嗎？當然不是啊，這才不是虛榮，這是對它那一身橘毛的絕對尊重。人家才不在乎隔壁的狗覺得它好不好看嘞，他只專注於追求今天下午屬於他的那一束陽光。朋友們，這就是最高級的自尊，專注於自身的圓滿，而不是去求外界的掌聲。當然啦，當你開始勇敢做自己，一定會引來批評。這時候，請穿上王爾德的這件毒蛇防彈衣。這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比被人議論更糟糕，那就是沒人議論你。哇，這是多麼優雅的藐視啊！面對酸民的指指點點，你根本連生氣都不用，因為那些批評你太招搖的人，其實是因為他們自己無法創造美。他們的酸言酸語說穿了，只是對自己平庸生活發出的求救訊號而已。既然你都站在光裡了，又何必去在意黑暗裡的噪音呢？好了，觀念講完，馬上進入第4章，王爾德的實戰指南。具體到底該怎麼做？我們直接來看一套王爾德式的實戰策略，教你怎麼把生活活成一場高級喜劇。這3個超實用的步驟，趕快記下來。第一，拒絕過度謙虛。下次有人稱讚你工作做得好，千萬別再說哪有運氣好了，試着給他一個微笑，說我也這麼覺得，感謝你的好眼光。氣場就是這樣建立的。第二，將生活藝術化，不要只是活着去創造，就算是一個人吃微波食品，也要擺盤的像米其林餐廳，好嗎？第三，實施華麗的反擊。遇到衰事被裁員了，優雅地告訴朋友，這間公司終於發現他配不上我了。當你能用幽默去嘲笑苦難，苦難就再也拿你沒轍了。第5章 OV 的心得總結與星空。經歷了這場華麗的洗禮，我想稍微轉換一下心情，跟各位說幾句心裡話。在這個時代，保持與眾不同，確實會讓人有點焦慮，但你必須牢牢記住，平庸是一種罪惡，而無聊是唯一不可原諒的事情。你是一個獨一無二的藝術品，絕對不是工廠裡大批量產的零件。這句話真的超級觸動我。這是王爾德在晚年，就算身陷囹圄，人生跌到最谷底的時候寫下的。我們都在陰溝裡，但我們之中有些人正仰望着星空。這就是今天這份解析最核心的精神啊！就算大環境再爛，生活再怎麼崩潰，身邊的人再怎麼無趣，你永遠都擁有審美的自由。你可以選擇拒絕被污穢同化，你可以讓自己的靈魂散發出一種不向世俗低頭的孤傲香氣，讓那些無趣的人去煩惱吧。你只需要負責閃閃發光。在我們今天的解析結束之前，我想請你做一個華麗的決定，認真深思一下這個問題。如果今天完全不需要在意任何人的眼光，包括你的老闆、家人，甚至社會的期盼，你會做哪一件沒用但讓自己感到非常爽的事？把這個答案放在心裡，然後大膽地去實踐它吧。原理游俠之旅不只是我們的旅程，更是我們的歸宿。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加入我們共同的會員，超級感謝！我們在一起冒險，體驗這個世界。我是 OV， 期待看到你的留言回饋。朋友，我們下一場旅程見，期待與你相見。最後我想跟大家說，看到影片的你是我們的友善夥伴，可以開始訂閱。